我到底怎么改啊？读者都说我是披着爱女的贫虐女，我明明是女主亲妈呀！这是哪儿啊？我不会穿越了吧？沈明瑶，你私通外男，证据确凿，识相的自己脱了衣裳验身，免得我们动手。明瑶小姐怎么可能？嘘，别多嘴。我没有，你们这是诬陷。诬陷？那你说说，昨天亥时你在后门见的那个男人是谁？那是给我弟弟送药的郎中。郎中？郎中需要偷偷摸摸，需要你亲自去接。来人，把他衣裳脱了。这个情景好像是柳如烟逼明瑶验身。我写的含泪照做，从此名声尽毁。住手！沈清慈，看来你的病好了，几天没见到你，还以为你烧傻了呢。你一个空有沈家嫡长女名头的孤女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瞎掺和。真是够背的，竟然传承了沈府那个早死的大房嫡女。不过原主也是被柳如烟害死的，正好一起报了这个仇。你还知道我是嫡女？你的长辈尊卑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你一个来借住的表小姐，哪来的权利验明瑶的身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没了爹娘的孤女，也配教训我？张嬷嬷，您当年是老夫人身边的掌事嬷嬷，您可记得老夫人定过规矩，沈家嫡女只有祖老和老夫人有权责问。确有此事，老奴记得。表小姐，请问您是祖老还是老夫人？哼！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不该被这样对待。我好像能看到隐藏剧情了。沈清慈，你等着。难道只要我改变了书中人物的曲迹，这道痕迹就会出现？明瑶这孩子可真是孝顺，可不是嘛！怪不得读者说我披着爱女的贫虐女，原来明瑶在我笔下过得这么苦。既然老天让我穿进来，明瑶，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走原书的老路。小姐，今晚让人把这镯子放进明瑶房里，明日去给老夫人请安，我就说她偷了我的东西。老夫人最恨手脚不干净的人，到时候看谁还护着她。青瓷姐姐，还怕吗？我不是怕他们，我是怕真的没有人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并不亲切。明瑶，我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善良，但不软弱。姐姐，按照剧情发展，明天柳如烟会让丫鬟把玉镯放进明瑶房。明瑶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不是我的。那就是柳如烟让人放的。明天一早，她就会带人来搜，说你偷了她的镯子。姐姐怎么知道？我过来找你的时候路过她的院子，碰巧听到了。那怎么办？她既然要玩栽赃，那我们就陪她玩。
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再这样。老夫人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那玉镯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昨日还在我房里，今早就不见了。可曾找过？找遍了都没找到。老夫人，我怀疑是民瑶偷的。民瑶，你可曾见过如烟的玉镯？回祖母，不曾见过。你说不曾见就不曾见，敢不敢让人搜你的屋子？祖母，既然表姐丢了东西，搜一搜也是应该的。不过只搜民瑶一个人的屋子，怕是不公平。要搜就该把府里上上下下都搜一遍，免得有人说老夫人偏袒。也好，张嬷嬷带人去搜，从如烟自己的院子开始，每个院子都不要漏。哼！老夫人找到了。夫人，在哪找到的？是不是在民瑶房里？回老夫人，这镯子是在刘表小姐的丫鬟春兰的包袱里找到的。什么？不止如此，老奴还在春兰的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。当票上写的是一对玉镯，当了100两，日期是3天前。不可能，我明明让人……你明明让人什么？如烟，你丢的玉镯在你自己的丫鬟那里找到，还搜出当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下去吧，好好反省，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。你还有脸来见我？验身失败，栽赃失败。柳如烟，我收留你在沈家，是让你来给我添堵的。姨母，不是我不尽力。哼，那个沈青瓷自从上次害她生了场大病，醒来后，她整个人就很邪乎。邪乎？我看你倒也之前不太一样了。姨母说笑了，我是在您的教导下成长了。老夫人最重规矩，你去告诉老夫人，沈青瓷目无尊长，当众顶撞长辈。是。老夫人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我这几日都在房中好好反省，但是青瓷妹妹几次三番带人去我房里，说我这样都是因为不懂沈家的规矩，最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老夫人，我虽是表亲，但也是沈家的客人，她怎能这样羞辱我？求老夫人做主。青瓷，可有此事？回祖母，青瓷这几日都待在自己房中练习女工，何时去过表姐房中？至于表姐说的沈家规矩，青瓷几天前确实说，不过是因为表姐想要侮辱民瑶妹妹在前。但青瓷说的是沈家家规，并非羞辱表姐。青瓷啊，家规是家规，但如烟毕竟是客，你当着下人的面那样说，确实让她难堪了。不如这样，你给如烟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可好？青瓷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二婶。你说，按沈家家规，嫡女和旁支表亲，谁的地位更高？若表小姐可以随意带人围堵嫡女，当众脱衣验身，那沈家嫡女的脸面往哪搁？传出去，外人会不会说沈家的嫡女连个借住的表亲都不如？老夫人，青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沈家嫡女的体面。若祖母觉得青言错了，青言愿意受罚。老夫人，是妾身管教不严，让如烟屡次生事，妾身愿代如烟受过。老夫人，是妾身管教不严，让如烟屡次生事，妾身愿代如烟受过。二婶何出此言？表姐做的事与二婶何干？如烟是我外甥女，
他做错事，我这做姨母的自然有责任。老夫人要罚，就罚妾身吧。王氏，你起来。如烟，你屡次三番针对明瑶，又告青瓷的状，今日之事是你无礼在先，禁足半月，好好反省。若再生事，定不轻饶。是，如烟领罚。青瓷，你维护沈家嫡女的体面做得对，但如烟毕竟是客，往后说话也留几分情面。青瓷谨记祖母教诲。王氏，你管着府里钟馗，如烟又是你外甥女，她屡次生事，你也有管教不良之过，回去好好约束她。是，妾身记住了。姐姐，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那番话，只怕老夫人又要被王氏说动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明瑶，你有没有觉得柳如烟像变了一个人？我记得她是在乡野长大的吧？今天的说辞完全不像她。或许是跟在王氏身边久了，耳濡目染。不对，原书的情节虽然因为我发生了一些改变，但是人物的性格应该不会变。除非……先回去休息吧。柳如烟和王氏今天被我们摆了一道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要是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青瓷妹妹，好巧，表姐不是被禁足了吗？怎么在这里？老夫人让我今日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表姐，我听说明瑶的外祖父当年在边关立过大功，皇上还赏过一面金牌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金牌？不对吧？我记得原著里写的是……他果然是传书的。明瑶的外祖父根本没有得过金牌。原著？我是说，我记错了。表姐记错什么了？我说的是明瑶外祖父的事，表姐提到的原著是何物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柳如烟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对吧？一个穿越者成了王氏的棋子，剧情真的变了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他也是穿越的，他和我一样。既然他知道了，那我也没必要再装。沈清慈，这个世界有你没我。明瑶，在忙什么呢？王夫人，你这屋子采光倒是好，比明娇那间还亮堂些。你娘去得早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明瑶啊，我虽不是你亲娘，但也是真心待你的。你若有什么难处，一定要跟我说。你父亲忙于公务，府里的事都是我在操心，你要体谅我。昨日的事，如烟做的不对，我已经教导过她了。你们几个姐妹还是要好好相处。王夫人费心了，明瑶一切都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青瓷那孩子近来常来你这里？姐姐偶尔来坐坐，教我看看账本。看账本，青瓷倒是有心，只是你们年纪还小，府里的事儿由我和你父亲操心，不必太劳神，好好养着身子才是正经。明瑶对我戒备得很，那个沈青瓷果然在教他看账本。姨母，沈青瓷这个人太精了，再让他留下去，只怕会查出更多东西。你还有脸说？
验身失败，栽赃失败，告状又失败。柳如烟，你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？姨母，不是我不尽力，是沈清慈她……好了，我不想听你找借口。接下来你给我盯紧沈清慈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一个字都不要漏。淑妃娘娘传话来，说宫里的局势有变，让我们这边加快。淑妃娘娘，民谣的外祖父在边关掌着兵权，淑妃娘娘想通过民谣把兵权握在手里，你懂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如烟明白。事成之后，沈家就是我说了算，你的婚事自然也由我做主，但前提是沈清慈必须除掉。如烟全凭姨母吩咐。记住，盯紧沈清慈。是。王氏今天去找民谣，绝不只是关心那么简单，他在试探。淑妃这个名字在原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，但每一次都是关键转折。淑妃和王氏难道有联系？小姐，王夫人那边传来话，说从这个月起，咱们院子的月例银子要减半。减半？什么理由？说是府里开销大，要节省开支。可奴婢打听过了，只有咱们院子减了，其他院子都没动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他们欺人太甚，冬衣的料子也换了，换成最差的那种，奴婢亲眼看到的。明娇小姐那边送去的都是上好缎面，见不上粗布，咱们这边的全是粗布。小翠，忍一忍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娘，我听说你削减了民谣的月例，就该这样。她一个没娘的东西，凭什么用跟我们一样的东西？娇儿说的对，该是你的东西，谁也抢不走。当年我不过是民谣母亲身边的一个陪嫁丫鬟，被抬成妾室，又熬了这么多年才扶正，凭什么她的女儿还要压在我的娇儿头上？沈家的一切将来都该是娇儿的。沈民谣听话一点，我还能让她好受一点。娘，你说爹为什么最近老是不回家？你爹公务繁忙，别多想。月例减半，冬衣换列，他是在逼我发作。不，他是在试探，试探你会不会忍，试探我会不会出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继续忍，让他以为你不敢反抗。至于账本的事，交给我。王氏贪污宫中银两的账本就藏在他书房的暗格里。明瑶，王氏的账本我知道在哪。果然，这些年贪墨的银两加起来少说2000两，还有这几笔，去向只写了一个公字。王氏和淑妃果然有联系。姐姐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看这几笔，去向只写了一个公字，数额巨大，时间跨度很长。怎么会有送给宫里的？我怀疑王氏和宫里的人有来往，而且可能会对你不利。那我们明天就去老夫人面前揭发他。不急，光凭账本只能证明他贪墨，其他的他还是可以狡辩。我们先这样。姨母，不好了，沈清慈找到了您的账本。青瓷，祖母，青瓷近日来找你，是为了这本账本。这本账本记载了王夫人近3年来经手的各项支出。青瓷核对后发现，其中虚报贪墨的宫中银两共计2300余两。王氏，这账本上记的可是实情？回老夫人，这本账本不是妾身的，青瓷从哪里找来一本假账本，妾身实在不知。不是王夫人的，那为何账本会藏在王夫人书房的暗格里？青瓷，
你说账本藏在我书房暗格里，那你又是如何知道的？莫非你私自潜入我的书房？老奴可以作证。老夫人，老奴是府里的老嬷嬷了，这些年老奴亲眼看着王夫人如何克扣各房的用度，明瑶小姐的月例被减半，冬衣换成了粗布，这些都是老奴亲眼所见。张嬷嬷，你这是诬陷！王夫人，老奴在沈家几十年，伺候过老夫人，也伺候过明瑶小姐的亲娘，老奴亲眼看着您是怎么对待明瑶小姐的，老奴这心里实在是过不去了。好一个王氏，贪没宫中银两，克扣嫡女用度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来人，王氏克扣明瑶的月例和冬衣，限3日内全部补还。从今日起，在自己的院中闭门思过。老夫人，妾身冤枉，妾身是被人陷害的。姨母，你没事吧？沈清慈，他必须死！姨母，淑妃娘娘传消息来问起明瑶的事了，她说您得抓紧。告诉淑妃娘娘，我自有安排。代价，这就是代价。姑娘，你神魂有损，你每窥探1次天机，神魂便损伤1分。若再强行为之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，这是什么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别吓我。姨母，沈清慈好像受了很重的伤，她昏倒了。昏倒，正好，趁着他自己都顾不过来，也该抓紧对付沈明瑶了。这回就先从沈明昭下手。姨母的意思是，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生病是很正常的，要是再碰巧郎中不在，耽搁了诊治，说不定就病死了，或者病傻了。你说是吧？姨母说的是。小姐，少爷烧得更厉害了，额头烫得像火炭。郎中呢？不是让人去请郎中了吗？奴婢去过了，可是王夫人院子的人说，府里的郎中今天下午就出门采药了，要明日才能回来。那去请外面的郎中。奴婢求了守门的婆子，可他们说天黑不许出入，没有王夫人的手令，谁也不能开门。小姐，他们就是故意的。奴婢听春香说，王夫人虽然被关着，但她身边的赵嬷嬷还在外面传话，就是赵嬷嬷让守门婆子不许开门的。我去找他们，求他们没用。姐姐，昭儿她烧得太高了，必须马上用药，再拖下去会烧坏肺腑。可是郎中不在，城门也关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在书里写过，城西柳条巷有一个退隐多年的老儿科郎中，医术极高，只是年迈不再出诊。我知道城里还有一个郎中，城西柳条巷有一位专门给孩童看病的老郎中，可是怎么出去？翻墙。姐姐，你的身子还没好，昭儿等不了，你留在这里照顾他，用凉帕子不停地给他擦额头和手心。我去。姐姐，什么人？大半夜的。老先生，求您救命，我弟弟高烧不退，快不行了。老夫年迈，早已不出诊了，姑娘另请高明吧。求你，他才8岁，只要能救他，小女愿意做任何事。起来吧，孩子，老夫跟你走一趟。多谢老先生。妒火攻心，幸好来得及时。再晚半个时辰，神仙难救。多谢老先生，多谢老先生救命之恩。不必谢老夫，要谢就谢这位姑娘。姐姐，你的手。
我没事，昭儿好了。哭什么？明昭没事了，我也好好的。姐姐，我其实知道你不是之前的青瓷姐姐，我能感觉到。你知道了，我确实不是之前的沈青瓷，我从另一个世界来，柳如烟也不是，所以你以后要小心她。如果你觉得害怕，我以后会远离你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明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姐姐，你救了我，又救了昭儿，若不是你，昭儿今夜只怕已经……民瑶这条命是姐姐给的，从今往后，民瑶愿拜姐姐为师，请姐姐教我变强，教我怎么保护昭儿，怎么不让任何人再伤害我们。你知道拜师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师。姐姐教我的，我绝不会用来作恶。姐姐让我做的，我一定做到。好，我收你为徒，但你要记住，我教你不是为了让你替我做什么，是为了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也能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昭儿。姐姐，明瑶，你是我创造的角色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姨母，怎么样了？沈青瓷翻墙出去请了郎中，明昭的命保住了。又是沈青瓷，他怎么一次次坏我的事？必须除掉沈青瓷，越快越好。如烟明白了。世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通报老夫人，世子难得来一趟，你祖父与老身是旧识，沈家就是你自己家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打扰了。这就是原书中的萧景行，我要是能搭上他，就不用看王氏的脸色。如烟见过世子爷，世子爷一路辛苦，如烟备了些茶点，不知世子爷可愿赏光？不必。明瑶见过世子爷。沈家二房的明瑶小姐。正是。明瑶小姐不必多礼。世子爷。明瑶小姐，这花园里的芍药开得不错。是。我娘在世时最喜欢这片芍药，每年花开的时候，她都会带我来这里坐一整天。你娘，我父亲当年在边关时，曾受过你外祖父的恩，你娘的事我也略有耳闻。节哀。血书，萧景行的父亲临终前留下了一封血书，上面记载的是淑妃家族通敌叛国的证据。这个人是扳倒淑妃的关键，但是现在还不是贸然接近他的时候。姐姐把药喝了。明瑶，你今天来的正好，我有东西要教你。你来看这一条，3月采买绸缎，支银200两。下面附的单据只写了绸缎10品，没有单价，没有产地，没有经手人。这是假账？对，真正干净的账本，每一项支出都必须写明数量、单价、经手人、用途、入库记录。像这样含糊其辞的条目，十有八九是虚报。管账的人故意写模糊，就是为了方便以后做手脚。再看这里，修缮祠堂支银500两。修缮祠堂需要用这么多银子吗？你只需让人去祠堂看一眼，有没有新修的痕迹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所以账本不只是账本，它是证据，是管账人的命脉。没错，掌握了账本，就等于掌握了管账人的把柄。以后不管谁管着府里的钟馗，你只要拿到账本，就能知道他有没有贪墨，贪了多少，银子去了哪里。姐姐，我记住了。记住，看账本不只是看数字，要看数字背后的人。每一笔虚报的背后，小姐，春香是王夫人院子里的粗使丫头，今早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茶盏，被赵嬷嬷扇了耳光，还扣了1个月的月钱。她娘生病在乡下，全靠她烧银子回去，这1个月的月钱扣了，她娘的药就断了。擦擦吧。明瑶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求小姐饶了奴婢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
一个茶盏而已，不值当打成这样。你娘生病了是不是？小姐怎么知道？我听说你上个月托人往家里烧银子，你一个粗使丫头，月钱本来就不多，还要被克扣，你娘的病耽误不得。拿着，给你娘抓药。小姐，奴婢以后一定报答小姐。我不要你报答，我只要你记住，在这个府里，有人把你当人看。小姐，王夫人虽然不能出来，但赵嬷嬷还在外面活动。她每天夜里都去刘表小姐的院子，奴婢以后有什么消息，一定第一个告诉小姐。姐姐，春香愿意做我的引线，她是粗使丫头，能接触到王氏院子里的许多事。你做得很好，识人的本事比看账本更重要。账本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给了春香尊严，她就会给你忠诚。姐姐，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扛了。以前是你保护我，以后我也要保护你。姐姐，你先休息，我晚点再来看你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克死亲娘的姐姐吗？我听说你娘当年生完你弟弟，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，好好一个人说没就没了。你说是不是你命太硬，把你娘给克死了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整个府里谁不知道，你娘就是被你克死的。你弟弟从小体弱多病，也是被你克的。你就是个扫把星。你说我娘是我克死的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娘生你弟弟的时候血崩而死，不是你克的，是谁克的？我娘是怎么死的？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娘，等你问清楚了，再来跟我说克死这两个字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娘害了他娘。姐姐怎么来了？下毒的人是王氏，但王氏背后还有一个人。谁？宫里的淑妃。你外祖父在边关手握重兵，淑妃想通过控制你娘，间接影响你外祖父，但你娘不肯，所以他们选择了除掉他。现在又想通过控制你来要挟你外祖父。姐姐，我要替我娘报仇。我会帮你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要去查清楚，当年到底是谁经手的药，毒药从哪里来，证据在哪里。只有拿到铁证，才能让你娘沉冤得雪。不够，记忆还不够清晰。关于明瑶母亲的死，我写得很隐晦，很多细节我自己都没有写清楚。必须去查。王氏身边经手的嬷嬷，当年伺候明瑶母亲的老人，药方、药材来源。我跟你们说，明瑶小姐可不是表面上看着那么规矩。前几日夜里，有人看见她在后门见一个男人，两人站了好一会儿才分开。真的假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还能有假？那男人穿着打扮像是外院的，两人说话声音压得极低，一看就有鬼。平时看着挺正经的一个人，这事儿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往外传。毕竟明瑶小姐是沈家的嫡女，传出去，沈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听说了吗？明瑶小姐私通外男，被赵嬷嬷亲眼看见了。天哪，看她平时不言不语的，没想到胆子这么大。哼，有其母必有其女呗。她娘当年不也有这种事？老夫人，谣言已经传遍了，说明瑶小姐私通外男。老奴查了一下，最早是从赵嬷嬷嘴里传出来的。赵嬷嬷，她不是王氏的人吗？正是。王夫人虽然被关着，赵嬷嬷还在外面活动。
去把明瑶叫来。小姐不好了，府里到处都在传说小姐您私通外男，老夫人已经知道了，让您去正堂问话。谁传出来的？小姐，奴婢打听到了，是赵嬷嬷。她今天一早就在后罩房跟几个婆子说的，然后不到半天就传遍了全府。赵嬷嬷，王氏的人。小姐，怎么办？老夫人要是信了那些谣言，慌什么？谣言是谣言，我是我，没有做过的事，谁也栽不到我头上。明瑶，府里这2日有些风言风语，说你和外男有染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回祖母，明瑶从未做过任何有辱门楣之事，谣言从何而起，明瑶已经查清楚了。这是春香记录的，赵嬷嬷今早在后罩房对5个婆子说了同样的话，时间、地点，在场的人都在上面。赵嬷嬷，祖母，赵嬷嬷是王夫人的人，王夫人被关之后，赵嬷嬷便在府中散布谣言，目的就是坏民谣的名声。请祖母给民谣一点时间，民谣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他越来越像他娘了。这次，春香，你来说。回小姐，奴婢这几天查清楚了，赵嬷嬷传的谣言说小姐夜里在后门见外男，但那天夜里后门当值的婆子可以作证，后门根本没开过。老奴那夜一直守在后门，钥匙在老奴手里，确实没有人出入。那赵嬷嬷说的外男是谁？小姐，赵嬷嬷说的那个男人是外院采买赵大的表弟，赵大是赵嬷嬷的亲儿子。赵嬷嬷故意让侄子在后巷晃了一下，然后就说小姐私通外男。这是赵嬷嬷让丫鬟放在我房里的情信，想作为证据。信上的字迹和赵大经手的采买单据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祖母，民谣已经查清楚了，谣言是赵嬷嬷散播的，假信物是赵大伪造的，这一切都是王夫人指使。赵嬷嬷呢？回老夫人已经拿下了，赵大也一并拿了。老夫人饶命！老奴是被人指使的。被谁指使？是王夫人，她让老奴散布谣言，说只要坏了民谣小姐的名声，老夫人就会把她嫁出去。来人，赵嬷嬷杖责30，赶出府去。赵大伪造信物，送官查办。去把王氏请过来。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饶命啊！明瑶，你做得很好，起来吧。王氏，赵嬷嬷已经招了，散布谣言、伪造信物，都是你指使的。老夫人，妾身冤枉！赵嬷嬷她血口喷人，妾身被关在院子里，如何能指使她？你不认？妾身没做过的事，如何认？赵嬷嬷是你陪嫁带来的，他儿子赵大是你安排到外院当采买的。你说你指使不了他？王氏，你贪没宫中银两，克扣嫡女用度，又指使下人散布谣言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证据确凿。从今日起，你禁足院中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出院子一步。钟会之权，全部收回。下去吧。姨母，什么事？淑妃娘娘传话来，问民谣的事办得怎么样了。娘娘说她等不及了。告诉娘娘，我如今被禁足，让她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姨母，娘娘的耐心有限。她说，如果沈家这边再没有进展，她就换别人来办。别人？他以为这件事谁都能办。明瑶的外祖父是什么人？镇国公府的萧世子还在沈府，怎么下手？姨母，沈清慈的身体越来越差了，我亲眼看见他咳血，只要再拖一阵子，他自己就会死，到时候民谣就没了靠山。那就让他快。
青子姑娘，这是今春的新茶，厨房特意给您送来的。特意给我送的？是。自从原主父母去世，府里的好东西就从来没轮得上他，怎么会给他送新茶？果然，姐姐，这茶你喝了吗？春香刚刚告诉我，王氏身边的李嬷嬷今早鬼鬼祟祟去了厨房，往茶里放了东西。她跟在后面，就看到这茶送到了你的院子。我没喝，别担心。既然她想害我，我就让她知道什么叫做自食恶果。娇儿，那杯茶是哪儿来的？厨房送的。怎么了？快吐出来！娘，我肚子好疼。娇儿，来人，快请郎中！不必请了，郎中和老夫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是你换了茶？是，这壶茶原本是送到我房里的。王夫人，你让人往我的茶里下毒，却毒到了自己的女儿。回老夫人，明娇小姐中的是慢性毒药，此毒不会立刻致命，但长期服用会损伤五脏六腑。幸好这次服用的剂量不大，调理几日便可恢复。王氏，这毒药是你让人下的？妾身不知。不知？李嬷嬷已经招了，毒药是你给她的，让她下在我的茶里。来人，王氏下毒害人，罪不可赦。从今日起，关入柴房，严加看管，待查清所有罪行，再行发落。沈青瓷，你等着！淑妃娘娘不会放过你的！这位姑娘，可否让老夫为你诊一诊脉？姑娘，你神魂有损，不是寻常的病症，而是神魂在一点一点撕裂。那怎么办？有什么药可以治吗？神魂之伤，非药石可医。姑娘，你每窥探一次天机，神魂便损伤一分，若再强行为之，轻则折寿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不能再这样了。我知道。唉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在代价还清之前。传淑妃娘娘口谕，闻沈家二房嫡女沈明瑶品性端庄，聪慧可嘉，特派孙嬷嬷入府，教导明瑶小姐宫中礼仪规矩，为期半月。老身代明瑶谢过淑妃娘娘恩典。明瑶小姐，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起身，老奴会亲自教导。宫里的规矩多，小姐要用心学。是，您要谨遵嬷嬷教导。淑妃派人入府，绝不会只是教导礼仪这么简单。背要挺直，步子要稳，茶盏不能掉。宫里的贵人走路，裙摆都不能动的。明瑶小姐，这便是心不在焉的下场。重来！太过分了，我定要找他讨个说法。小翠，不可意气用事。是，明瑶重来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回世子爷，老奴奉淑妃娘娘之命，教导明瑶小姐宫中礼仪，这是娘娘的恩典。淑妃娘娘的恩典，本世子不敢置喙，但让沈家嫡女在自家花园里摔得满手是血，淑妃娘娘是准备打沈府的脸。今日就到这里吧。明瑶小姐，你的手需要上药。
多谢世子爷。既然世子爷说了，今日便到这里。明瑶小姐，明日继续。他每天都是这样教导你的。今日是第一天，以后他再刁难你，不必忍着。你是沈家嫡女，不是他可以随意作践的。世子爷好意，明瑶心领了。但他是淑妃娘娘派来的人，明瑶不能给沈家惹麻烦。至少把手上的伤处理一下。这个嬷嬷也太过分了，完全就是借此机会折磨你。姐姐别担心，萧世子替我解了围。正愁着怎么接近萧景行。明瑶，你愿不愿意接近萧景行？他那里有绊倒淑妃的关键证据。小姐，这是世子爷的帕子。别瞎说，那日我手伤了，世子爷借我用用，洗干净了要还给人家。是，还给人家。那小姐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明瑶小姐，世子爷，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你那日手上的伤，若是留了疤就不好了。世子爷费心了，明瑶的伤已经好了，那就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孙嬷嬷这几日可还刁难你？比前几日好些了，大约是因为世子爷那日说了话。你外祖父在边关可还好？外祖父年事已高，明远已经多年未见了。娘亲在世时，每年都会收到外祖父的家书，娘亲走后便断了音讯。我父亲当年在边关时，曾受过你外祖父的恩。你外祖父是真正的忠勇之将。世子爷，能和明瑶说说边关的事吗？原来他就是沈明瑶。殿下，淑妃娘娘派孙嬷嬷入府就是为了他。听说他外祖父在边关掌着兵权。有意思，母妃盯上的人萧景行也在接近。看来这个沈明瑶比本王想象的要有趣的多。回宫，本王要好好想想。是。娘娘，沈明瑶确实如传闻所言，品行端庄，但也倔强得很。这几日老奴反复刁难，她都忍了。能忍，说明不好对付。萧景行呢？世子爷那日替他解了围，今日又在花园里与他说了许久的话，两人似乎走得很近。有意思，本宫倒要看看一个镇国公府的世子。沈明瑶与萧景行走近，沈清词病重，但仍在教明瑶看账本，识人心。王氏被关，行动受限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淑妃答应过我，事成之后给我一个新的身份，一笔银子，让我离开沈家。我只能信服。这个沈明瑶倒是比他娘有出息。当年他娘至死都不肯低头，他倒好，一边忍着你的刁难，一边跟萧景行眉来眼去。娘娘，沈明瑶如今和萧景行越走越近，而且沈府的那个孤女沈清词也不简单，再这样下去，只怕会坏了娘娘的大事。那就让他尽快消失，告诉王氏，本宫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除掉沈清词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，除不掉，他就不必活着了。你接着去。嬷嬷，还要走几圈？再走3圈。是。你做得很好，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，但又不动声色。姐姐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被他们逼死了。是你教会了我怎么活下来，怎么变强。明瑶，你记住，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。我只是帮你打开了那扇门，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。
民谣在变强，沈清慈在帮他，淑妃要我除掉他们，可除掉他们之后，淑妃真的会放过我吗？我没有回头路了。这位便是沈家的民谣姑娘吧？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果然是个整齐的孩子。听说你近来在跟孙嬷嬷学规矩，学得如何了？回娘娘，民谣愚钝，但有尽心学习。谦虚了。孙嬷嬷跟本宫说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一点就透。母妃，这位便是沈家的民谣小姐，儿臣瞧着倒与别的贵女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别的贵女入宫，恨不得把所有的首饰都戴在身上，她倒好，只簪了一只银簪，素净得很。母妃，儿臣府中正好缺一位侧妃，沈家嫡女，品性端庄，儿臣瞧着很是中意。恒儿倒是好眼光，不过这事还得问过沈家的意思。萧世子留步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赵恒求取民谣是淑妃的意思，淑妃想通过控制民谣，控制他外祖父的兵权。这一点，世子爷应该已经猜到了。你特意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不，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：你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封血书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用？你怎么知道血书的事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血书上记载了淑妃家族通敌叛国的证据。这封血书是扳倒淑妃的关键。但他在你手里藏了这么久，你一直在等一个时机，等朝中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站在你这边，等皇上愿意相信一个已故镇国公的绝笔。现在时机到了，赵恒求取民谣，说明淑妃已经开始着急了。他越急，破绽就越多。我需要扳倒他，为民谣的母亲报仇。你想要恢复镇国公府的名誉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父亲临终前写的，淑妃族人周氏与北境敌寇暗通款曲。我父亲查到了证据，但来不及上奏就被灭口。他临死前写下这封血书，藏在贴身衣物里，是我母亲的陪嫁丫鬟拼死带出来的。沈清慈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但是从今日起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姐姐，赵恒求娶，淑妃是要把我彻底攥在手心里，我该怎么办？放心，你不会嫁给赵恒。可是圣旨一下，萧景行手里有一封血书，是他父亲临终留下的，上面记载着淑妃家族通敌叛国的证据。只要血书公开，淑妃就会倒台，她倒台了，赵恒的求娶自然作废。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，世子爷他已经答应会和我们联手，你不用担心。世子爷，赵恒求娶的事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他。世子爷，赵恒求娶你是淑妃的阴谋，一旦你入了七皇子府，就会成为他控制你外祖父的筹码。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可是圣旨一下，谁也拦不住。世子爷不必为民谣冒险。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世子爷的意思是，民谣，我不会让你嫁给赵恒，不是因为血书，不是因为淑妃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愿意。世子爷，民谣不值得你这样。值不值得，我说了算。不愧是官配。姐姐，你都看到了。民谣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从记忆中找到了一条线索，当年你娘中毒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嬷嬷亲眼看见了王氏下毒，是当年在药炉边当差的粗使婆婆。
事发后，他害怕被灭口，躲到了城外的慈云庵里，一直隐居至今。他亲眼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只要找到他，拿到他的证词，王氏下毒害死你娘就有了直接人证。那我现在就去。不急，刘嬷嬷躲了这么多年，不会轻易开口。而且你现在被孙嬷嬷盯着，出府不易，我去。可是姐姐，你的身体……我没事，借口进香去慈云庵，来回不过1日。祖母，青瓷昨夜梦见仙母，心中不安，想去城外慈云庵进香祈福，当日便回。早去早回，多带2个人。慈云庵，他去那里做什么？再过半个时辰就到慈云庵了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进去进香，顺便找一位故人。刘嬷嬷，姑娘是哪家的？老身不认识你。嬷嬷不认识我，但一定认识沈家2房的明瑶小姐，还有明瑶小姐的母亲。老身不知道姑娘在说什么。老身只是慈云庵一个种菜的老婆子，不知道什么沈家。嬷嬷不认识我，但一定认识这只簪子。这是夫人的簪子，她临死前攥在手里的那只。嬷嬷既然认得这只簪子，就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事来的。老身不能说了，老身这条老命就没了。嬷嬷不说，难道就能心安吗？明瑶小姐从小没了娘，被人骂克死亲娘，被人欺负，被人下毒。嬷嬷若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该站出来替她娘说一句公道话。姑娘说的对，老身躲了这么多年，心里从来没有安生过。每天晚上一闭眼，就看见夫人躺在床上，嘴唇发紫，手冷得像冰。是王氏逼我往药里下毒的。他说如果我不照做，就把我孙子卖到矿上去。老身怕呀。嬷嬷，您从头说，您看见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是谁指使的，一字不漏，全说出来。那年夫人刚生完明昭少爷，身子虚弱，每日都要喝药。王氏把老身叫到房里，给了老身一包药粉，说让老身每次往药罐里放一点。老身不敢，他就威胁老身，老身只放了3次，就不敢再放了。但二奶奶的身子已经垮了，老身亲眼看见王氏自己也在药炉边站过，往药里倒过东西。老身不敢说，事发后就逃到庵里躲了这么多年。嬷嬷，把您刚才说的一字一句写下来，签字画押。这便是王氏害死明瑶母亲的铁证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说了隔墙有耳？姨母，出事了！沈青瓷今日一早出了城，去了慈云庵，刚刚才回来。慈云庵？他去慈云庵做什么？如烟不知，但看他回来的样子，脸色白得像鬼，手背上全是血。慈云庵，刘嬷嬷，他去找刘嬷嬷了。刘嬷嬷是谁？当年在药炉边当差的老婆子，她亲眼看见过我往药里放东西。那沈青瓷岂不是拿到了证词？你马上去给我查，沈青瓷从慈云庵带回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快去！他亲眼看见王氏往药里倒东西。不止王氏，刘嬷嬷还说她听到王氏和身边的人提起过淑妃娘娘。你看这里，王夫人说淑妃娘娘有令，此事必须办妥。所以是淑妃下令，王氏动手，他们合谋杀了我娘。是，这份证词加上之前的账本，人证物证俱全，王氏的罪行已经板上钉钉了。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姐姐，没事，证词拿回来了，接下来
就该让王氏付出代价了。明天你拿着这份证词去见老夫人，让王……祖母，民谣今日要状告王氏毒杀民谣生母。民谣，你可有证据？这是当年在药炉边当差的刘嬷嬷亲笔证词，她亲眼看见了王氏往我母亲的药里下慢性毒药。什么？王氏威胁她说，如果她不照做，就把她孙子卖到矿上。刘嬷嬷害怕，只下了3次就不敢再下了。但王氏亲手往药里加了更多，我母亲就是这样被害死的。王氏，这证词上说的可是实情？老夫人，妾身冤枉，这证词是假的，刘嬷嬷只是一个逃奴，她的话怎么能信？是沈清慈，是沈清慈收买了她，让她陷害妾身。老爷，妾身跟了您这么多年，为您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妾身怎么会害民谣的母亲？妾身冤枉啊！民谣，单凭一份逃奴的证词，确实不足以定王氏的罪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爹，刘嬷嬷的证词写得清清楚楚。她亲眼看见王氏往药里下毒，不止她看见了，当年伺候娘的李嬷嬷也看见了，只是李嬷嬷已经去世，死无对证。这都是你血口喷人！那账本呢？账本上你往宫中送银子的记录呢？那些银子是送给谁的？你胡说！那些银子是正常的人情往来。正常的人情往来需要偷偷摸摸记在案账里吗？老爷，你救救妾身！妾身真的没有害过民谣的母亲，是他们合起伙来陷害妾身。民谣，此事还需再查，单凭一份证词确实证据不足。你先起来，不要不敬继母。爹，您不相信我？不是不信，是证据不足。他临死前我在哪里？我回来，他已经成了一捧黄土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您不相信我？为您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。王氏，你到底……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揭穿这个谣言。淑妃、王氏，他们害死了他，我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，他受了这么多苦，我这个做爹的不仅没有保护他，还责怪他不敬继母。王氏、淑妃，你们害死了他，还想害我的女儿！从今日起，谁敢动民谣一根头发，我沈仲平跟他拼命！民谣，爹让人给你炖了点燕窝，你这些日子瘦了不少。爹，对不起你。你娘的事，爹会查清楚，一定会查清楚。从今往后，爹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氏二房嫡女名瑶，品性端苏，温婉贤良，特赐婚七皇子赵恒为侧妃，3月后完婚，钦此。沈家领旨谢恩。名瑶小姐，淑妃娘娘特意嘱咐咱家带句话，娘娘在宫里等着小姐，定会好好照顾小姐的。圣旨的事，我知道了。我去求皇上收回成命。不可，抗旨是死罪。我不是抗旨，我是去告诉皇上，赵恒求娶你是淑妃的阴谋，淑妃想通过你控制你外祖父的兵权，进而图谋不轨。我有证据。萧世子指的是那个血书。看来你姐姐和你说了。可是
血书一旦公开，你也会被牵连。万一淑妃反咬一口，说镇国公府诬陷，我不怕。血书是扳倒淑妃的关键，但还不……姨母，沈清慈今天又出城了，回来以后直接找了明瑶，手里的证据越来越多了。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哪来那么多东西？姨母，不能再等了。沈清慈现在病恹恹的，但他每拿到一样东西就往明瑶那里送。等他们把所有证据串起来，不光您完了，淑妃娘娘那边也会被扯出来。况且淑妃那边早就下了最后通牒，既然他找死，那就成全他。去找赵大，告诉他今晚动手，多少银子我都给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姐姐，你今天从城外回来以后，脸色一直不好。明天我让小翠给你炖点参汤。我没事，你把今天那些账目整理好，明天我们核对完就可以送去给老夫人过目了。动手！郎中，把府里所有的郎中都叫来。明瑶，爹对不起你娘，是爹糊涂，王氏害了你娘，爹还替他说话。爹，您别说了，郎中马上就到。唤醒，刀锋偏了2寸，没伤到要害，但失血太多，需要静养很长一段日子。伤口不能沾水，也不能让他动气。明瑶，爹欠你和你娘太多了。以前王氏说你不敬继母，说你不懂事，说赵儿是装病，爹都信了。是爹糊涂，爹瞎了眼。今天这把刀捅在肩膀上，爹反倒觉得心里通透了。他把爹眼上的翳障捅掉了。爹，您别说了，好好养伤，娘的仇我自己来报。不，爹帮你。爹虽然受了伤，但还有一口气在。从今往后，你想做什么，爹都站在你这边。又白了一缕，每次用玉枝，代价就加重1分。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在代价耗尽以前，帮明瑶集齐所有证据。姐姐，又白了一缕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白头发而已，又不是立刻就死。可是郎中说，你再耗费心神，轻则折寿，重则魂飞魄散。姐姐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想好了。不入虎穴，淑妃想通过我控制外祖父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入宫成为她的棋子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接近她，收集她通敌叛国的罪证。血书账本、人证物证都有了，但还缺一样，淑妃亲口承认的证词，或者她与边关往来的密信。这些东西只有在宫里才能拿到。你知道入宫意味着什么吗？孙嬷嬷只是淑妃派来的一条狗，就能让你摔得满手是血。我知道，入了宫，你就是羊入虎口，淑妃想怎么折磨你就怎么折磨你。但我也知道，不入宫，我们永远扳不倒淑妃。明瑶，在宫里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宫里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不管淑妃怎么刁难你、折辱你，都要忍，让她以为你软弱可欺，让她放松警惕。只有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你才能找到机会。还有，宫里不是铁板一块，淑妃有敌人，其他嫔妃、太后的人，皇上身边的太监，你要学会分辨谁可以用，谁不能碰。我知道了。最后一条，万事小心，活着回来。明瑶，你一定能在后宫里活下来，比我想象的更坚强。不用去找王氏了，娘娘有令，王氏派刺客刺杀沈清慈失败，反而让沈仲平挡了刀。沈家现在全府戒严，事情彻底败露了。王氏这颗棋子，娘娘不要了。不要了？可是姨母她还在柴房里，万一她供出娘娘……她知道的太多，本来也活不了多久。沈明瑶马上要入宫了，一旦她入了七皇子府，娘娘有的是手段收拾她。但沈清慈留在沈府，手里有证据，脑子里有算计。她活着一天，娘娘就一天不能安睡。
王室已经废了，接下来除掉沈清慈，由你来办。可是沈清慈现在深居简出，神府又加了护卫，我怎么下手？那是你的事。娘娘不想听借口。上次给过你的东西还在吧？在。那就用在该用的地方。记住，娘娘不养闲人。王氏的今天就是办事不力之人的明天。姨母完了，淑妃娘娘下一个要抛弃的人会是我吗？我不能变成第二个姨母，必须除掉沈清慈。明瑶，明瑶，爹对不起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爹，您好好养伤，女儿会回来的，万事小心，记住了。我会在宫外接应你，有任何消息通过这个人传给我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救你出来。淑妃，我来了，你欠我娘的，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亲手讨回来。娘娘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沈明瑶，你终于……沈侧妃，请随老奴来。淑妃娘娘吩咐，您初来乍到，先去正院给娘娘请安。有劳嬷嬷。这里比沈府大了10倍，但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淑妃的眼睛。来了，本宫还以为你会哭哭啼啼不肯来呢。明瑶奉旨入府，不敢违抗。知道不敢就好。宫里的规矩多，比不得你在沈家那般自在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来给本宫请安，本宫会慢慢教导你怎么做七皇子府的侧妃。是。母妃，您可别把她吓坏了，好歹是沈家出来的嫡女，吓跑了儿臣，上哪儿去找这么与众不同的人？吓不跑。你生的倒是和你娘像极了，不知道脾气是不是也这么像？嬷嬷，我的院子在何处？侧妃娘娘的院子在府里最西边，那地方清静，正适合娘娘静心思过。这便是娘娘的住处，娘娘好生歇着，有什么需要跟老奴说就是。他提起我娘的时候，就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好像我娘不是一条命，只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。我要尽快找到证据，尽快让他血债血偿。先磨掉他的傲气，让他像他娘一样乖乖听话。等他把性子磨平了，就是本宫手里最好用的棋子。娘娘英明。侧妃娘娘，水来了。翠儿，你手上有伤，是怎么弄的？没什么，是奴婢不小心摔的。这是我从沈家带来的金疮药，治擦伤最好，拿着。娘娘，奴婢。翠儿，你在府里的时间比我久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可知道淑妃娘娘的书房除了她本人，还有谁能进去？娘娘的书房有专人看守，旁人进不去。但奴婢听人说，七殿下的书房里也放着淑妃娘娘的许多信件，有几次淑妃娘娘深夜来府，都是直接去七殿下的书房。果然，赵恒的书房才是关键。
殿下，明瑶炖了碗参汤，给您醒酒。放那儿吧。你来做什么？明瑶入府半月，还未好好拜会过殿下，这是我亲手炖的，殿下趁热喝了吧。就是这个。唉，其实本王要娶你，根本不是因为你与众不同，本王不缺女人。可是母妃似乎对你格外关注，后来本王才知道是你外祖父手里的兵权。本王为了让母妃为我筹谋，就求娶了你。可娶了你又能怎样？你那外祖父远在边关，难道还能把兵符送到本王手里？殿下醉了，明瑶扶您回房歇息。下月15，这密信似乎不全。姐姐说过要万事小心，在拿到全部证据之前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娘娘，书房那边的人说，昨夜七殿下醉酒，沈侧妃曾进过书房，时间不长，但确有此事。他进了书房，加强书房看守，还有，给我盯紧沈明瑶。他每天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去了哪里，一个字都不许漏。是娘娘。沈明瑶，你比你娘胆子大，但你娘死了，你也一样。边关的人也要加快动作了。把这封信送到边关，亲手交给沈老将军，告诉他，他的外孙女在本宫手中，若想他活命，就配合本宫的边关族人起事，助七皇子登基。淑妃要往边关送血，胁迫沈老将军配合他造反。萧世子，淑妃派心腹太监送密信往边关，以明瑶威胁张老将军，令其配合边关族人起事。此信必须拦截。送信人今日出发，路径城西驿道。立刻送去给萧世子。世子，确认是这条路。沈清慈的消息从不落空。等，就是他。把信交出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淑妃娘娘的密信，你敢拦截，是死罪！我是镇国公府世子萧景行，你回去告诉淑妃，他的信，本世子收下了。还不快滚！沈老将军亲启，令外孙女沈明瑶现居本宫府中，一切安好。然宫中险恶，变数难测。若将军愿与本宫族人遥相呼应，于边关策应起事，助吾儿赵恒登基，则明瑶与将军共享荣华。若将军执迷不悟，本宫无法保证明瑶能否见到来年春暖花开，请将军三思。胁迫边关大将私通族人图谋造反，这封信一旦公开，淑妃满门抄斩都不为过。登上花宴，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从最高处摔下来。娘娘，是萧景行，他带人拦在驿道上，抢走了密信，奴才不是他的对手。萧景行，密信落在他手里，他手里还有他父亲的血书。沈明瑶，不能再留他了。要是坐实了沈明瑶用巫蛊之术伤害皇上，那就是他沈明瑶密谋造反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奴婢方才在后院扫地，看到孙嬷嬷鬼鬼祟祟的端着一个小包袱进了您的卧房，出来时手里是空的。奴婢悄悄跟了一段，听到他对另一个宫女说：“这东西放好了，搜出来神仙也救不了他。”他放了什么东西？奴婢不敢动，怕惊动了他们。但那个包袱不大，用黑布包着。
这是皇上的生辰，这针脚与淑妃宫中绣品如出一辙，这种金丝线和贡缎只有淑妃宫中有。娘娘，奴婢去把它拿走。不必，拿走正中他的下怀，他会说是我心虚销毁证据，让他放着。我倒要看看谁来搜。奉淑妃娘娘之命，搜查全府，有人密告沈侧妃院中藏有巫蛊之物，诅咒皇上。嬷嬷请便，民谣没做过的事，不怕查。搜到了，沈民谣院中搜出巫蛊布偶，写着皇上生辰，这是大逆不道之罪。好笑。沈明瑶，你竟敢在皇子府中行巫蛊之术，诅咒朕！请皇上明鉴，臣女从未做过此事。这布偶是有人栽赃陷害。栽赃？布偶是从你自己院中搜出来的，你说是栽赃？这种金丝线是宫中贡品，只有嫔妃宫中才能使用。这种贡缎，臣女的份例里根本没有。这种针法，臣女听说淑妃娘娘宫中的绣娘善用此针。臣女入府不足1个月，去哪儿找贡缎金丝线和宫中绣娘来缝这个布偶？淑妃，你怎么说？皇上，这是他狡辩之词。臣妾宫中绣品众多，他大可买通下人，偷来布料丝线。买通？臣女在七皇子府被严格看管，身无分文，连院门都不能随意出入。臣女能买通谁？又在哪里偷布料？请皇上彻查布偶上的丝线和布料来源，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去淑妃宫中搜查是否有与此相同的布料和丝线。淑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明鉴，这定是有人将这些布料偷走，栽赃臣妾。皇上，是奴婢自作主张，是奴婢看不惯沈明瑶目中无人，才用淑妃娘娘宫中的布料缝了布偶栽赃她，娘娘毫不知情。孙嬷嬷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！来人，将孙嬷嬷拖出去杖毙。淑妃禁足宫中，等朕查明再行发落。至于沈侧妃，此事证据不足，暂不追究。我来晚了，我听到消息就策马赶过来，在宫门外被淑妃的人拦了半个时辰。明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巫蛊的事我已经自证清白了。淑妃推出了孙嬷嬷当替死鬼，皇上暂时没有深究她，但我看得出来，皇上已经怀疑她了。密信已经到手，淑妃让孙嬷嬷背锅，但她的日子不长了。赏花宴上，我会把血书和密信同时公开。还好，拜托世子多多关照姐姐。万事小心。等你出来，我和你姐会光明正大的接你。娘娘，您歇一歇。沈明瑶，本宫让他入府是要拿他当人质，不是养虎为患。他入府才不到1个月，就在我眼皮底下翻了天。他比他那个死了的娘难对付100倍。我要他死。柳如烟呢？他那边怎么还没动静？小姐，药煎好了。果然，和淑妃当年给明瑶母亲的毒是一样的。
你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没喝，你怎么知道？柳如烟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和你同样是穿书，但是我总能提前知道你的行动吗？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，我知道所有的剧情走向，哪怕剧情因为你我的出现而偏离原来的轨迹，但是我和这本书的联系却可以让我知道隐藏剧情。而柳如烟这个角色原本只是一个善妒的恶毒女配，用来衬托民谣的善良。你也只是知道剧情大致的发展，你怎么斗得过我？你是作者，我斗不过你，我不争了，我想回家。把他送回院子，找人看好他。柳如烟疯了，疯了。淑妃给他的那瓶毒药，他下在我药里，被我发现后，后面可能承受不了打击，被吓疯了。你今天来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去说服王氏当人证吧？二叔要是不愿意，我就自己去。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也该有个了断了。王氏，柳如烟已经疯了，你把你的外甥女拉进来当棋子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也败光了她的心智。还有这个淑妃写给边关沈老将军的密信已经被萧世子截获了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他以明瑶性命要挟沈老将军配合他家族起事造反。可是淑妃娘娘是皇妃，皇上不会因为一封信就要她的命，皇上未必会真的相信。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所有的证据都齐了，淑妃完了，你靠的那棵大树根已经烂了，砍倒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老爷，妾身知道自己罪该万死，妾身害了明瑶的娘，害了明瑶，害了那么多人。可是明娇什么都不知道，明娇是无辜的，求老爷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娇儿，她才多大。只要你愿意在赏花宴上当中指认淑妃，说出淑妃如何指使，如何下令，如何夺权，如何胁迫沈老将军，沈家保证明娇不受牵连，并许她一门平常亲事，她会有一个丈夫，会有儿女，不会像你一样一辈子活在算计与报复中。你们真的肯放过明娇？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过？妾身愿意，妾身什么都说。华呀，四位老臣已经答应联名上奏，他们当年都曾遭淑妃家族打压，如今能借此机会翻案。明日赏花宴上，我们可以一举扳倒淑妃。世子，你负责呈血书和密信，物证由我呈上。王氏明日由沈府押座入宫，他会在殿上指认淑妃。等淑妃变无可变时，你来给她最后一击。姐姐，明瑶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，之后的路你要自己走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活着，求你了，我还没学会怎么跟你分开。别哭，明天还要你。虽然被禁足，但赏花宴这样的大场面，皇上还是准了我出席。沈明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皇上，今日赏花宴普天同庆，臣妾有一事启奏。沈侧妃沈明瑶自入七皇子府以来，多次顶撞臣妾，目无尊长。臣要告发淑妃通敌叛国，胁迫边关大将，图谋造反。萧景行，你竟敢在御前污蔑本宫！这是臣父临终前留下的血书，记载淑妃家族周氏与北境敌寇私犯军械，通敌叛国的铁证。这是几日前臣在城西驿道截获的密信，淑妃亲笔写给边关沈老将军，以沈明瑶的性命相威胁，逼迫沈老将军配合其边关族人起事，助七皇子赵恒登基。淑妃，这密信上的4张可是你的？皇上，这密信是萧景行伪造的，他为了救沈明瑶，不惜构陷臣妾，谁知道是不是他找人造假的？皇上，老臣可以作证，当年镇国公在边关调查淑妃家族通敌之事，曾将发现告知老臣，不久后镇国公便战死沙场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老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，镇国公血书确为其亲笔，臣愿联名担保，恳请皇上彻查淑妃周氏通敌叛国之罪。皇上，臣女有话要说。皇上，臣女沈青瓷有证据要呈。呈上来。这是沈家二房继室王氏近3年的暗账，
上面记载，王氏共向淑妃娘娘输送银两2300余两，每一笔的去向都只写了一个公字，时间、数额、经手人全部在册。这是当年在民谣母亲药炉边当差的刘嬷嬷亲笔证词，她亲眼看见王氏将慢性毒药倒入药罐，亲耳听见王氏说：“淑妃娘娘有令，此事必须办妥。”这是淑妃娘娘给柳如烟的毒药，和当年王氏毒害民谣母亲所用的毒一致。淑妃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本宫不认识什么刘嬷嬷，这本账本也是伪造的，全都是王氏一人所为，他栽赃本宫。那就请最后一位人证。罪妇王氏叩见皇上，罪妇近日要指认，指使罪妇毒杀民谣生母的人就是淑妃娘娘。王氏，你敢血口喷人？罪妇当年不过是主母身边一个陪嫁丫鬟，是淑妃娘娘告诉罪妇，只要除掉主母，沈家内宅就是罪妇说了算。她还要通过控制民谣来控制民谣外祖父的兵权。沈民谣，本宫就该在你入宫第一天就把你掐死。你动他一根头发试试。淑妃周氏，数十年来朕待你不薄，你竟通敌叛国，毒杀忠良之妻，胁迫边关大将密谋造反，今日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要说吗？来人！淑妃周氏身居嫔妃之位，不思忠君报国，反与家族通敌叛国，胁迫边关大将密谋造反，又指使王氏毒杀沈门忠烈之妻，更于宫中行巫蛊之术，栽赃皇嗣侧妃，数罪并罚，罪无可赦。即日起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赐鸩酒。其子赵恒贬为庶人，发配皇陵，终身监禁。周氏家族抄家流放，永不复用。朕待你不薄，你入宫数十年，朕给了你协理六宫之权，你却拿这些来谋朕的江山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成王败寇，妾身无话可说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父皇，父皇，儿臣不知道这些事，通敌叛国是母妃一人所为，儿臣从未参与，求父皇饶命。你不知道，你求娶沈明瑶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母妃为何促成其事，你知道，你只是不管，你坐享其成，从不问代价。从今往后，不再是朕的儿子。王氏身为沈门继室，毒杀主母在前，谋害嫡女在后，罪无可赦。面其当堂指认密犯淑妃有功，朕免其死罪，即日起休其出沈家，送往城外庄子，终身幽禁，不得擅离。其女沈明娇年幼不知情，免予追究，许配平常人家，婚嫁由沈家老夫人做主。谢皇上，谢皇上隆恩。沈门嫡女沈明瑶，忍辱负重，为母昭雪，忠孝可嘉，赐黄金100两，锦缎20匹，以彰其行。镇国公府世子萧景行呈血书揭发叛国逆案，截获通敌密信，护驾有功，追封镇国公为忠勇公。萧景行袭爵，镇国公府恢复全部名誉。父亲，您可以安息了。娘，我不要你走，你不要去什么庄子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娇儿，娘要走了，以后好好活着，听你爹的话，听老夫人的话，别学娘。娘做了一辈子坏事，就为了争那点不该争的东西，最后什么都没争来，把自己也赔进去了。娘，他在世时我在边关，他走时我在边关。等我回来，他已是一抔黄土。我等了10几年，才知道他是被人害死的。我欠他的，这辈子都还不了。爹，你先带明昭回去吧，我想再待一会儿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你的指尖在发光，这是什么？别怕，我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改变你命运的轨迹。现在我已经做到了，我应该要走。姐姐，你不能走，你答应过我要一直陪着我的。这是我准备了很久的银镯，以后就让它代替我陪着你。你要好好过完剩下的人生。
沈明瑶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姐。小姐，这个月的账本都在这儿了，几家铺子的掌柜都递了话，说今年收成不错，年底能给府里多交2成分红。这笔支出不对，王家布庄的进价怎么会比李家布庄贵2成？这是王夫人以前定下的规矩，10几年一直没改过，掌柜们按旧例报的。改，派人去李家布庄重新谈价，以后采买分开2家，让他们竞价，这样1年能省下至少300两。小姐，您现在越来越像青瓷小姐了。这是姐姐教我的。她说看账本不只是看数字，要看数字背后的人，每一笔虚报的背后都是一颗贪婪的心。是她教会我这些的，我不能让她教的东西浪费了。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病得最重那次，躺在床上烧得浑身都疼，睁眼都睁不开，但我知道你在，你一直抓着我的手，叫我不要走。记得那天你烧得厉害，药喝了就吐。姐姐，以前是你保护我，以后换我来。这只簪子，我画了3个月图纸，找的最好的银匠，打了2个月。明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让我以夫君的身份一直陪着你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回世子爷，老奴奉淑妃娘娘之命，教导明瑶小姐宫中礼仪，这是娘娘的恩典。淑妃娘娘的恩典，本世子不敢置喙，但让沈家嫡女在自家花园里摔得满手是血，淑妃娘娘是准备打沈府的脸。今日就到这里吧。明瑶小姐，你的手需要上药。多谢世子爷，我愿意。明瑶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萧景行的妻子。我知道。萧景行，怎么了？要是姐姐在就好了。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幕，看到我答应你，看到我带上你送的簪子，她一定会很高兴。你姐姐看得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她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她那么在乎你，怎么会错过你最重要的时刻？这只镯子，就是她留给你的眼睛，她一直在看着你。你说的对，姐姐一定在看。所以别哭，笑给她看，让她知道她拼了命护着的明瑶现在很幸福。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很好，我会一直很好。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遇见他，谢谢你让我学会坚强。这就是沈家那个为母报仇的嫡女。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以后想她了，就去看看芍药花。我在后院种了一片，再过2年，就会和沈府的一样好。娘，女儿嫁人了，嫁给了郑国公府的萧景行。
她嫁得好，你在天有灵，可以安心了。岳母，小婿萧景行拜见。父亲在世时常说，外祖父与他与镇国公府皆有恩义，父亲未能亲手了结的冤案，今日终于昭显。小婿在此立誓，此生护民谣周全，如护镇国公府的门楣，如有违事，天地共诛。我嬷嬷比上次好了不少。上次萧景行把墨溅到了纸上，这次没溅到纸上，溅到了桌上和我刚写完的字帖边缘。比上次好，上次是溅到纸上，害我重写一遍，这次只溅到桌上，进步很大。刚才那招叫送花入窗，练了3个月，终于能把花瓣精准的送到你账本上了。怎么样？好看，但你上次舞剑把墨沾到我字帖上，上次把我的茶盏震翻了，上次刮倒了晾在院里的3匹布。萧景行，你是练剑还是拆家？拆家也好，送花也好，反正你在窗里，我在窗外，抬头就能看到。以后花瓣落在哪里，我就站在花瓣落在的地方，行不行？炙风寒加生姜3片，若烧不退，用温水擦手心，连怎么擦都写了，自腕向指，反复9次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谢谢。沈老师，首印已经卖空了，印刷厂在紧急加印，书店说这是今年卖的最快的新书，网上也爆了。记者在外面等着，想采访您。新晋作家沈清慈这个标题已经上了文学版头条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等我签售结束吧。外面是来看这本书的读者，我先陪他们。作者姐姐，我昨晚熬到3点看完了。民谣山王氏耳光的时候，我哭了好久。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在替民谣哭。她以前太苦了，后来太好了。是，她以前太苦了，但她后来遇到了很多人，以后不会了。请问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？因为我想让我的女主角得到她本该得到的幸福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恶意篡改世界线！殿下，3年了，我们终于打通了地宫密道，淑妃娘娘的旧部已经在关外集结，只等殿下一声令下。哼，沈明瑶、萧景行，我在这不见天日的皇陵里熬了3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我失去的一切，要让他们千倍百倍的还回来。传我命令，先联络京城被萧景行打压的旧臣，再买通镇国公府的府兵统领。半个月后，我要血洗镇国公府，让沈明瑶跪在我面前求饶。是，只是殿下，镇国公府防卫森严，萧景行武功高强，武功再高也怕毒药。
我这里有当年母妃留下的西域绝门毒药化骨散，无色无味，见血封喉。只要能让萧景行沾上一点，他就是废人一个。边关的商路已经打通了，下个月第一批茶叶和丝绸就能出关。多亏了你，这3年沈家商道能遍布大江南北，全靠镇国公府的庇护。我们之间说这些做什么？对了，皇陵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最近守卫有些松懈，我已经派人去加强戒备了。赵恒那个人心胸狭隘，我怕他会狗急跳墙。放心吧，我早有准备。当年姐姐教我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3年，我不仅在做生意，还培养了一支自己的护卫队，专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世子，刚刚收到密报，皇陵那边出事了，赵恒不见了。小心！景行，剑上有毒！姐姐，沈明瑶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沈明瑶，别来无恙啊！3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来越有风韵了。可惜呀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赵恒，你竟敢从皇陵逃出来，还敢袭击镇国公府，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株连九族？我母妃已经死了，我也被贬为庶人，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给我杀了他，把他剁成肉泥！沈明瑶，萧景行中的毒乃是西域绝门毒药化骨散，没有我的解药，一炷香内必将5脏俱腐，化为一滩血水。立刻跪下，把镇国公府的兵符和沈家所有商铺的印信交出来，本王或许能发发慈悲，留他一条全尸。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皇陵里的泔水吗？赵恒这个角色的执念太深，竟然能突破剧情限制。不过没关系，明瑶已经不是3年前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女孩了。这不可能！镇国公府的府兵民已经被我买通调走了，这些人是哪里来的？你以为我这3年执掌沈家商道，每天都在内宅里绣花吗？这些人是从无数次盗贼袭击中活下来的老兵，他们跟着我走南闯北，见过的血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杀，一个不留！把解药交出来，否则……沈明瑶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？永远也别救活他！没有解药，萧景行死定了，就等着给他收尸吧！不能慌，一定有办法。气味，这气味。明瑶，这是我写小说时查的各种资料，有药理、毒理、兵法，还有商道心得。我不在的时候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翻翻它。对，姐姐的笔记，她当年写西域篇的时候，专门查过化骨散的解法。找到了，拿纸笔来，我说笔记。生川无3钱，草无2钱，白花蛇油草1两，半枝莲1两，快去配药。是。景行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姐姐一定会帮我们的。景行，夫人，世子爷的命是保住了，但是毒素侵入5脏6腑，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才能痊愈。世子遭此大难，我等痛心疾首，但国公府不可一日无主。这兵符和钟馗之权，世子夫人一个妇道人家，怕是难以支撑。为大局计，还是要由老朽代为掌管。世子还有一口气，这镇国公府就轮不到你们这群老不死的来撒野。谁敢再提一句夺权，我先送他下地狱去探路。夫人，800里加急，边关突发急报，赵恒逃到了边关，勾结淑妃家族的旧部和流寇，在水源下毒，谎称瘟疫，围困了张老将军的大营，城破在即。朝廷未必会出兵援助。荒唐！赵恒这个孽畜，竟逃到了边关，勾结流寇。兵部立刻调兵驰援张老将军。皇上息怒，
战报上说边关瘟疫肆虐，死者无数。此时派大军前去，未战先染病，只怕是肉包子打狗啊！且国库因连年征战空虚，这海量的粮草和药材实在筹措不出。朝廷不发兵，我沈明瑶自己去。皇上，臣妇已掏空沈家所有库房，筹集粮草10万担，各类药材500车，郑国公府300精锐护卫，愿为先锋。臣妇恳请皇上恩准，臣妇亲自押送物资，驰援边关，救我外祖父，平定叛乱。好，朕准奏，赐你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边关所有将士皆听你调遣。赵恒的执念竟然这么强，连天灾都能引出来。明瑶，一定要挺住！夫人，山塌了，向导也吓跑了，这分明是老天都在阻止我们去啊！我沈明瑶从不信天，传令下去，商队的人立刻拿出旧商路地图，寻找绕行小路，重金悬赏附近流民，每搬开1块石头，赏银1两。就算用手刨，今天也要给我刨出一条路来。来者何人？城外皆是义民，大将军有令，为防瘟疫入城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城门半步，敢上前者放箭射杀。瞎了你的狗眼，看看！破门！所谓瘟疫，发病者皆是口吐白沫、腹痛难忍，且多为饮用南城水井的士兵。这根本不是疫病，是有人在水源里下了慢性毒药。这账册上每个月多报的3000担损耗粮，我看是落到了你们的私囊，用来给外面的流寇做买路士了吧？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军务？这账目是……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从现在起，大营归我管。来人，将这几人拖出去斩首祭旗。再有账目不清、煽动军心者同罪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把带来的药材立刻投入未被污染的水井，按我给的方子熬药，全军服用。好孩子，外公没白疼你。夫人，敌军攻势太猛，人数是我们3倍，南城门马上就要破了，我们顶不住了。慌什么？传令下去，南城门处的防守撤离一半，打开城门。夫人，这我要的。城破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抢钱抢粮！这地上铺的不是土，全是火油，还有绊马索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快撤，推出去！现在才想走，晚了。放箭！为什么？天命明明在我，连老天都在帮我，我不可能输！天命，从今天起，我沈明瑶就是你的天命。带上它，回京清算。我要去剥了。沈氏，朝堂之上，你一介妇人，竟敢假咒上殿，成何体统？体统，克扣边关粮草，与叛军暗通款曲，倒卖军需，中饱私囊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讲体统？好啊，好得很！朕的朝堂竟然养了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畜生！传旨，逆贼赵恒通敌叛国，罪不容诛，即刻押赴午门，当众凌迟处死。凡涉案官员，抄家灭族，一个不留！陛下，陛下！这下民谣那边应该正常了。我明明运气那么好，我明明总能逢凶化吉，为什么最后赢的是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运气不过是别人失手的幻想，
而我的命是我自己一刀一将，在泥水和血水里挣出来的。行刑！沈明瑶，你平叛有功，救国有恩，实乃巾帼英雄。朕今日封你为一品护国夫人，赐京城最繁华的府邸一座，黄金万两，享无上殊荣。谢皇上。但换什么？沈明瑶，这等殊荣，多少人求之不得，你为何不要？回皇上，臣妇乃一介商贾之女，加官进爵，非臣妇所求。臣妇此番前往边关，亲眼目睹将士浴血，百姓流离，深知刀兵之苦。臣妇恳求皇上收回对臣妇个人的封赏，臣妇只求皇上能开放边关互市，颁布通商免税铁券，让商队畅通无阻，以贸易代替战争，让两国百姓有饭吃有衣穿，真正实现百年太平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以贸易代战争，朕准了。在想他吗？我想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，为我们高兴。沈清慈老师，您的锦绣嫡女感动了无数人，尤其是番外篇女主绝地反击的剧情，大家都说您写活了一个真正的大女主。此时此刻，您最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的女主，她现在不仅过得很好，而且她用自己的双手拯救了她的世界。她不需要任何人的金手指，她本身就是最耀眼的光。敬着大好山河山，敬我们自